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频繁派出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不断升级台海紧张局势，可谓是真正的战争焦虑制造者、和平稳定破坏者。那么，值得警惕的是，如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除了亲自插手，还频繁煽动盟友军事力量共同介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久前，美国海军约翰逊舰和加拿大渥太华舰组团穿越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加拿大 CBC 放出视频显示，美加军舰过航台海时，3艘解放军军舰全副武装，紧跟随美加军舰，并发出喊话，最近距离仅有1公里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这次过航，美军约翰逊号可谓是有备而来。他在中国周边海域已经游弋了1个多月，访问新加坡后就开始在南海训练适应环境。9月份和菲律宾海军联演结束，又奔着台湾海峡来了。而渥太华号在2019年9月就曾穿越过台海1次，不同的是，那一次并没有美军舰跟随。深圳卫视观察发现，最近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所谓穿越，要么是和其他国家主战舰艇相互配合，要么是和自己的补给舰，包括空中的预警机、侦察机进行配合。比如，今年6月3号，美国中云号驱逐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就曾过航台湾海峡。分析认为，美国如今所谓形单影只的穿越，和以往相比概率很低，而且频率很少。现在都是组团形成一个小的战斗体系，如果把这个体系放大之后，在台海能够形成比较强大的水面以及空中作战能力。对此，石洪对深圳卫视表示，美国现在的所谓穿越要力求形成联军的效果，把目前的1+1变成1+2，甚至1+N。而且今后在整个海峡活动的舰艇数量会增多，国别数量也会明显加大。这是美国目前正在精心谋划的所谓北约化穿越和北约化作战能力。美国这么做也是自己色厉内荏的表现，因为呢，美国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强大，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风险也是呢变得越来越高。美国实际上现在认为，如果是自己要干涉台海局势的话，那他呢将来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呢，他就把更多的盟友拉过来，跟他呢一起来分担这样的风险，同时呢还显得呢自己人多势众嘛。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政府日前宣布提供台湾8000万美元的军事融资，以强化台湾所谓防卫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首度提供台湾军事融资贷款，也是美国总统拜登自7月底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军援后，美国第2度对台特殊军援。然而，美国务院并未如过去军售一样公布通知国会的文件内容。拜登政府通过所谓外国军事融资，将对台提供哪些军事装备或系统？目前可能的品项包括空中与海岸防御系统、弹道飞弹与空防系统、先进通讯装备、防护设备和弹药等，或者是在台军事训练计划。有岛内专家就认为，若军援最终果真用于采购类似海上监控装备的品项，更加暴露美国虚伪的一面。美其名曰提供资金，实则利用台湾获取中国大陆军事情报，将台湾往风口浪尖上推。在此之前，美国多次对台军售全是这样的意图比如美国给台湾地区出售 ERT 预警机，后来呢还把 ERT 呢升级为 ERK， 并且还给台湾地区新出售了2架 ERK 预警机。那这样的话，台湾地区所拥有的6架 ERK 预警机呢，就具备了很强的海空监视能力这本身呢就是用于对大陆呢搜集情报嘛。那还有美国给台湾地区出售的 P3C 反潜巡逻机，这呢也是呢具备很强的侦察监视能力的。那美国给台湾地区出售的 Pro 爪雷达，那探测距离呢就更远，这主要是用于搜集大陆弹道导弹发展情报。所以呢，美国是一直在强化台湾地区搜集大陆军事情报的能力。那现在呢，只不过呢是又一次在提高台湾在这方面的能力。而面对美台军事勾连，外交部9月15号宣布，决定对2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直接参与8月24日美售台武器。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多次参与美售台武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对上述2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军工巨头，此前多次因为对台军售遭到中国制裁。彭博社称，因为长期参与对台军售项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此前已被中方制裁数次，中方还对其开出了近1000亿人民币的罚单。今年2月，因逾期拒缴罚款，中国商务部升级对该公司的制裁，将其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该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入境、在华工作、停留以及居留。而台湾近年从美国获得的大量武器背后，很多都有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影子。例如，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斗机，其改进核心就是采用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AN/APG-83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台军现役12T 预警机以及心心念念想要引进的12D 预警机，同样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产品。美国在去年12月宣布向台湾提供的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同样是主承包商之一。在美国5大军工巨头中，已经有4家被列入中方的制裁清单中啊，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技术以及这次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尤其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那已经是中方制裁清单中的常客了。在2020年7月、2020年10月、2022年2月，再加上这一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已经是4次被中方呢列入到制裁清单中了。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洛克希德马丁呢是美国军火商中对台军售最积极的一家。为了卖力配合美国，民进党当局2024年度防务预算高达6068亿元新台币，创历史新高。在台湾财政预算支出中，仅次于排名第1的社会福利预算。数据显示，2024年的防务预算相较8年前增长了近1倍。8年时间里，有约7257亿元新台币通过美台军售流入了美国人的腰包。两岸的实力差距是越来越大的。大陆现在对台湾地区呢是构成了碾压式的优势啊。随着大陆经济实力的飞速提升，再加上呢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一系列突破，那现在解放军的实力呢也是呢有了飞跃性的提升嘛。近些年，解放军各种新型武器呢不断的列装，而且呢体系化能力啊是越来越强。所以呢，如果台湾地区呢一味的穷兵黩武啊，想以武拒统的话，那只会呢把台湾地区带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近段时间，在联合国大会、东盟峰会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以及 G20等等这些场合，台海议题屡屡被提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美国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呢，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呀，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在这方面特别用力，这意味着什么？邵先生，最近美国开始感觉到，中国不管是在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实力，逐渐的跟美国迫近，对他来讲，这是个威胁，也是个负担。所以对台湾很多事情，他要把它去介入进去。只要是能给中国添麻烦的，只要是能够影响中国实力增长的，这些牌他都要打。对，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把过去1-2年的时间，你看到美国，特别是这个军方的发言，几乎都认为台湾海峡非常充满了战争气息，而且随时随地中共就会动。一个就是美国当然希望给他制造更多的合理性，包括买武器给台湾。另外一个，我也必须要讲，像台湾销售这么多武器，如果这是一个和平的这种的环境，需要那么多武器吗？要稍微讲点比较紧张或者是惊险这种的局面，那么台湾买武器也就觉得顺理成章了。最近，拜登政府宣布通过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批准一笔8000万美元的对台军事物资转让。尽管美方宣称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美联社指出，该计划此前只对主权国家行使。
想请教一下雷女士，所谓的军事融资到底是什么性质？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方面提供军事融资？这中间最大的重点是，它的内容到今天并不清楚。包含台湾的立法部门也不像往常有事先的批准权，也就是说，美国借着由美国单方对于台湾提供的军武，它可以完全去决定它所提供的项目跟内容，那么甚至呢，会不会影响整个未来的战争或战场的态势中间的规划呢？台湾的人民跟立法部门到今天是并不清楚的。那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台湾向美国购买的军事相关的东西呢，到目前为止有许许多多是没有交付的。譬如说我们的 F-16 Block 70，就是 Block 70，这个呢，现在最快，2024年给2架，最快。M1A2T 的主动战车最快，2024年要给38架，海马式的多管火箭系统最快，2024 11架，全部都往后面挪了非常多。也就是说，过去就算是我们按照双方正常的程序已经付款的，或者付了绝大部分款的这些项目呢，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它可以决定何时交付，会不会交付。但是很快的，你就看到今年忽然之间，PDA 跟 FMF 就到了台湾，所以它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主导性也完全不同。也有分析指出呢，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已经不是对台军售，而是对台军援。那么售和援，这就是一字之差，但实际上的差别应该是很大的。到底有多大？售嘛，是双方商量嘛，我要买什么，你给能买什么。但军援不是的，而是我根据我的需要，我觉得你需要什么，或者我评估你需要什么，我就主动给你。美国现在就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豪猪嘛，那我会根据我这个战略需要，是你台湾需要，那我不管，反正我根据美国需要来进行这个各种武器的配置。所以我觉得他直接冲击了一个中国底线，同时我也对于为这个台海啊这种紧张局势，或者是未来台海的问题的升级啊，其实埋下了很多伏笔。台湾也的确拿到了很多，不是售得到的武器，而是在援上面得到的武器，好像有几个战斗机嘛，上次拿到以后就试飞嘛，这都没售嘛，都是援的嘛。就在美国宣布这笔军事融资之后，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魏特曼呢，也率团窜访台湾，待了3天，期间呢还和蔡英文碰面，就所谓的台美经贸关系、印太区域情势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雷女士如何看待美方的这种行为？她真的只是来和蔡英文谈生意的吗？事实上，如果看今年到台湾跟军事武器相关的呢，有2个比较重要的场合。第一个是前段日子有大量的军火商以及他们的协力厂商到台湾去讨论台湾的防卫需要。那么这个防卫需要的讨论，我自己的判断是，它还包含了一个对于将来他们要选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从美国的军事武器发展来说，它很可能在某些时候会选择在台湾的协力厂商，在一定程度之下，由美国所运来的东西呢，要由台湾无论是做组装或维修。那么过去我们在军事采购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工业配合款啊，是希望能够达到整个款项的40%。设计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有技术转移，各个不同的代表，包括军事武器工艺记者以及国会的议员，因为他们背后通常有这一类的立场或者是这一类的实力公司在支持他们。他们来台湾呢，可能也是包含了这2种的目的，一个是最后确定所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军事装备或武器，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台湾选择配合的协力厂商。据台媒中时新闻网9月13号报道，大陆商务部日前宣布，将结合对台贸易壁垒调查情况，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台湾业界和民众担心受到冲击。9月13号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陈斌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严正指出，民进党当局不仅严重阻碍 ECFA 实施，也严重违背 WTO 的非歧视原则。反观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不仅未采取切实举措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还不断变本加厉地修改规则，
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对大陆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损害了台湾消费者的利益。两岸签订的 ECFA 呢，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协议。根据 WTO 的规定，那么过渡性协议的有效期是10年，所以说两岸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完成正式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方面的一个签署，那么 ECFA 事实上在2020年9月就已经自动失效了。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大陆是出于对于台湾同胞的善意即使台湾方面是有各种的这样一些分裂的一些言行，那么但是大陆仍然在可以合理合法对 ECFA 含卡的一些关口仍然是继续允许 ECFA 继续运行。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法理上来讲从这个基础上来讲 ，ECFA 本身是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铁帽子王，它并不是一个无基础、无条件、无原则的应当是理所应当就会去存在、会去运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一点，我觉得也应当是岛内应当看得更加清楚的一个事实。2016年6月，两岸在9·2共识基础上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是为推动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及自由化达成的特殊安排，其生效与实施给两岸，特别是台湾相关企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如今 ECFA 或面临终止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众多岛内人士关切。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罗志强撰文废了 ECFA 台湾剩什么的文章指 ，ECFA 自2011年生效以来，已为台湾521项工业产品及18项农产品的输入减免了逾2800亿元新台币的关税。一旦 ECFA 被终止，受损的不只是台湾的石化、纺织、工具制造等行业，也会冲击到整体产业，给台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经贸风暴。ECFA 若废了，台湾恐怕只剩无能民进党所造成的伤害。岛内一项网络民调显示，有89%网民认为，我担忧民进党执政会让台湾经济越来越差。岛内网民纷纷留言批评民进党当局称，占人家便宜那么久，现在只是公平而已。也有台媒指出 ，ECFA 签署的政治基础是9·2共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却拒不承认9·2共识，而是一味的以美谋独，在两岸民众之间制造矛盾、挑动对立，致使两岸关系大幅倒退，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台媒《中国时报》刊文指出，2015年时任国台办主任、现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赴金门参访时曾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很可贵，不要等到路灯熄灭时才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要当和平失去时才感受到它的可贵。以大白话来讲，就是要让台湾失去才懂得珍惜。台湾《工商时报》刊登社论指，台湾下半年经济景气寒气逼人，两岸融冰迫在眉睫。文章写道，今年第3季已经过半，圣诞节旺季不旺的接单状况也逐渐明朗。台行政事务主管机构下属的主计总处18号下修2023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1.61%，确认全年保2%无望。看来今年剩下的4个半月，或者说一直到明年换届选举之前，台湾经济大概率将在天凉好个秋的气氛下低迷度过了。文章还呼吁，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回暖，两岸贸易融冰，不仅有利于台湾自身经济复苏，更可以避免政治与军事上更大的冲突。过去10年来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大概是在35%到40%之间波动，那么出口依赖度已经超过了40%。我们现在看台湾经济呢，它是出口不断在持续衰退，连续11个月都是亮的一个红灯，而且年增长的一个 GDP 也陷入了一个保1保2的困境。那么所以说，这个两岸经济的脱钩，在台湾自身经济形势下滑这个情况之下，将会是对台湾一个我们讲叫不可承受之重。说到两岸经贸关系就不能不提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 ECFA。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宣布对台贸易壁垒调查最新进展，并且表示将依据有关的规定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 ECFA 向下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这个消息一传出不少台商、台企都表达了担忧。雷女士对此怎么看？ECFA 原来就是在两岸最往和平发展路线的时候所定下来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早收清单里头呢，对于台湾是一个非常优惠的单方面的善意。所以到了今天，中国大陆开始进行贸易调查的时候，无论是在10月的第1阶段，或是在1月12号的第2阶段呢，我认为所有的调查台湾就过不了关，就是它完全没有对等。事实上，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产品是用歧视性的待遇，那是违背了 WTO 原则的。所以最初对于台湾的高度善意，以及这个早收清单可以让很多人直接优先受惠的这一条 ECFA 呢，在今年如果经过正常的检验，它照理说它就不会继续进行，而且它对于两岸的关系来说呢，也就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纪元里面，原先对于台湾的这些高度的优惠的待遇，很可能会重新检讨。我相信在台湾很多的企业家是非常有感的，也因此他们最近对民进党政府开始施加一定的压力。其实 ECFA 从这个达成协议开始到现在为止，它完成了不到一半。因为它真正能够生效的只有一个早收清单，还有一个投资保护协议。真正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都没有达成。那么我们讲，就从早收清单来讲，就是大陆很早就对台湾，从2012年1月1号开始，就基本上实现了对早收清单的一个优惠措施。但是到现在为止，台湾对大陆的产品还是没有达到这个优惠措施。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了解ECFA签署到现在，讲到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协议，而且台湾当局没有认真的执行过这个协议。那么在商务部的表述里面呢，我觉得首先要一个概念，就他说的是终止，不是那个终止。就是不是终结的不是终结的终，中间的终，我们理解我们就暂停嘛，暂时暂停的意思，是吧？而且我们暂停的不是 ECFA 本身，而是暂停的是什么？部分或者全部 ECFA 向下的产品关税优惠。ECFA 之所以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态，恐怕和民进党当局它的一些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什么非要给两岸经贸关系来添堵 ？ECFA 搞不下去。搞黄了，是不是民进党当局本身他也追求这样的目标？我想他可能不会完全朝那个方向走，因为对他来讲，明年1月就要这个选举。如果说他把这个事情搞黄了，他可能在选举里面他不是得利的一方。我记得马英九有一次在国民党内部的会议里面，他还在讲，你们到底懂不懂 ECFA 的一个真正？因为 ECFA 是在马英九任内签署的，他非常知道中国大陆对台湾是有让步，甚至于包括有恩惠。从操作面来说的话，民进党事实上是大量的在享受两岸从马英九开始的和平红利嘛，所以在最近这段日子以来，当台湾的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当然若是 ECFA 真正的终止的话，那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替罪羊。可以说是因此呢，台湾的经济就加速下行。但是台湾经济的下行已经超过了10几个月啊，应该现在到了第12个月，并且我们在所有主要的出口项目里面呢是全面下滑的。有一部分包括以前我们这个利润比较高的部分呢，包括电子啊、芯片啊这些产业、资通讯，它有一部分是在于疫情期间的存货所堆叠的，慢慢在消化。可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当然跟两岸的关系有关系。所以我想，在今年的选举中，在民进党来讲很简单，经济如果很好，是民进党执政的好；经济如果不好，那就是中国大陆打压的让我们经济不好。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在选票中间，或许可以以他们的策略来说呢，是可以得到一定的选举的利益。但是我想，台湾的老百姓，尤其是在这些行业中间，有很多的人，他们知道是因为民进党把两岸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并且做了很多单方面的措施，使得我们在马英九时期那个两边常来常往，彼此可以互相成为经济活水的那个时代，才会一去不复。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大陆、台湾恐怕也会各有所变。但是两岸同胞血浓于水，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始终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谋独行径，台湾同胞也深受其害。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两岸关系会如何演变？两岸应该如何共同反独促统，维护和平，推进繁荣呢？稍
邵先生，在明年的1月，这个领导人的改选，到现在为止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必须要讲，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他的候选人都会想到，跟中国大陆起任何的冲突是对台湾不利的。可是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是对台湾有利的。我猜想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这样的看法，会保障台湾在未来的这段期间呢，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局面。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威胁可能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大战略中间，台湾放在什么角色。因此呢，台湾的老百姓有责任要赶快脱离成为美国棋子的这个位置。2005年，连战先生带着大家到台湾来，到大陆来的时候，我们当时要做和平论坛跟发展论坛。和平就是谈论两岸将来上层架构的政治安排。发展就是谈对于人民民生的经济合作，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做了发展论坛，我们事实上还没有做和平论坛，应该要想办法开始。第一个要进一步厚植两岸的共同利益，其次呢，我觉得就是怎么样两岸维持一个和平发展的格局。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两岸要共同秉持民族大义，我们要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复兴，这才是两岸关系未来相向而行、和平发展的最大基础。9月1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意见围绕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促进闽台经贸深度融合、促进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等方面提出了21条具体内容。对于这份情意满满、干货满满、信心满满的意见，岛内媒体也高度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中国时报在标题中就突出是善意，重点关注意见中有关台胞在闽居住和购房置业的政策。联合报新闻观察则关注到，意见对有意赴大陆发展的台商台青具吸引力。旺报的社评更是明确指出，意见释出3个讯号，即和平、尊重台湾民意与促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王在熙还特别关注到了意见中提到要完善涉台司法服务，打造大陆涉台司法服务优选地，为台胞台企参与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法治保障。要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家园就是台胞台企自己的家了。那么它必定要有各种配套的措施跟进的，例如呢，简化台胞来大陆的各种手续，构建的立体式的闽台这个通道枢纽，加强的两地物流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优化的福建与金门、马祖以及台湾本岛的运输的航线，为台胞台企来大陆营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能够提供更加完善的司法服务。所以这些通过福建这个先行先试，成功了，总结了经验，也会再向内地延伸。这就是呢示范区的这个作用。在省的阶层里面建立这个两岸的融合区，它基本上最大的一个举措吧，就是给福建关于两岸关系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积极立法权。那么这样的一个立法权限一旦下放到福建建立这两岸融合区，福建会变成一个两岸关系的特区。其实，在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就指出，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这次意见着力于这4个方面考虑，也是从政策的层面给台湾民众吃了定心丸。这份文件非常具体的针对这4个新四通的政策目标，出台了具体可操作的落实的一些政策措施。那么这些政策措施很多其实是非常超前的，甚至是有一些是探索性的。我认为说是非常贴近两岸融合发展的现实的需求。
9月14号，这次意见的新闻发布会还未开完，坐着高铁跨过台湾海峡就又登上热搜。起因就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在发布会表示，连接闽台两地高速通道的工程技术能力已经具备，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两岸民众坐着高铁轻松跨过台湾海峡的梦想，促进更多台湾地区的商品搭乘中欧班列等畅达欧亚市场，更好惠及两岸同胞。著名诗人于右任曾在他的《鸡鸣曲》一诗中曾写道：“福州鸡鸣，鸡笼可听”，形象地点出了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易水相连的地理关系。也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两岸专家学者也一直都在规划台海通道的建设。大陆首次以学术报告形式拉开台海通道研究大幕的牵头人，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21世纪发展研究院台湾海峡通道论证中心前主任吴之明教授，之前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也曾表示，在两岸建设陆路通道，不仅是为了方便民众往来，也可以因此建设亚洲东方一个新的经济支撑点。我们经过估算，大概台海通道的建设，按目前的来管，起码得3000多亿人民币。这样的投资会带动两岸多少就业，带动两岸多少的相关的产业，材料产业、工程机械产业、信息产业等等啊，这个对我们两岸建设这个民众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当将来台海通道建成以后，这个将来的两岸闽台和周边的地区这样一个台湾海峡大辖区的发展，能不能和粤港澳大湾区一样，甚至于发展得更好更快？它将来会不会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这几个经济区，加上我们将来台海的大辖区，成为我们国家发动经济的一个新的一个推动力，这样对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就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过去22年，一直往来于厦门、金门之间的台籍学者，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的特约研究员傅坤成也给我们讲述了厦金之间一段人情往来的动人故事。我记得这个我在厦门大学以前那个宿舍隔壁楼的1楼的一个陈老师啊，他就是台湾金门最有名的一栋陈景南洋楼的继承权人。就是陈景南洋楼本来就是金门的一个旅游景点，它可以说是金门现有的最漂亮的一个华侨建造的一个洋楼。那这一栋洋楼呢，是陈老师他的祖父的，后来就经过我的这个联系了，也有跟这个金门县政府也联系上，把这个陈景南洋楼正式的捐献给这个金门县政府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金门厦门之间有太多的这种一家人的这种历史渊源。在这个金门还有一些人，他们曾经提到，当初他爷爷或他父亲就是因为亲戚结婚过生日啊，就坐船到金门来玩了，结果一来两岸突然开战，他回不去了，后来就变成金门人了。这种人在金门多得很啊，所以本来就是一家人。除了这种血脉传承，傅坤成还特别提到，在福建与台湾不少地方，在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那就是作为曾经的对峙前线，两地民众都有着共同对于战争的历史记忆，也因此对和平格外珍惜与向往。福建省所有的，包括两岸不同的这个管辖区的这个人民里面，大家都有过过去内战生活的这种前线生活的痛苦经验，所以福建的人民，包括金门马祖的同胞，都更了解、更能够体会战争的这个残酷。所以这个地方这些个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这种优势，对于两岸的一个更友好的和平促成统一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建立啊，是更有帮助的。与台湾本岛相比，我觉得金门包括马祖几乎没有什么台独分裂势力，所以应该能利用这次政策的优势，
首先啊，大力推动福建与金马的融合发展，然后呢，它可以促进闽台两地的融合发展。而在意见公布后，金门县政府也发布新闻稿表示，指出金厦两地有别于其他县市，过去两门的交流合作渊源深、情谊久、层面广。对于两岸有利于金门民生发展的各项政策，将持正面看待并保持关注与研究。同时，也将持续争取有利于金门的各项交流。连江县长王忠明则公开表示乐观其成。金门同乡会总会总会长杨维居指出，金门从两岸烽火最前线到两岸交流最前沿，肩负着两岸桥梁的重要使命。加快建设厦金同城生活圈是所有金门乡亲的期待。马祖乡亲也表示，相信不久的将来，不仅能喝上福州的水，用上福州的电气，还能开车过福马大桥来福州游玩，实现同城生活。马祖知名人士曹元璋说，马祖可以成为一国两制的试验田，等以后福建全面建成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台湾岛内民众就能看到马祖因背靠祖国大陆变得更好、更富裕了。这样一国两制的示范效应就可以扩展到全台湾，两岸统一自然水到渠成。我觉得，尽管目前台海形势严峻复杂，甚至呢兵凶战危，但是呢，我们党争取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不会改变。无论将来是用和平统一，还是呢迫不得已动用武力，深化两岸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对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只有两岸关系实现深度的融合发展，两岸关系呢才能够稳定的发展，那么两岸之间的联系呢也会越来越密切。其实，对于如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大陆也充分听取了岛内的意见。据媒体报道，今年初，国台办主任宋涛就任之后，第一个公务行程就是前往厦门市考察，会见金门县长陈福海、金门县民意代表陈玉珍以及多位厦门和福建当地的台商，了解真实需求与面临的问题。返回北京后，经过各方探讨，逐渐形成思路，并向中央汇报。随后，今年6月，第15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办。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大会致辞时就预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支援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意见有针对性地支持福建省探索两岸融合新路和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也展现出政策具有明显的特定时空性，表明该政策要以点带面，并且还将有一个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份意见已经经过了非常多轮次的上上下下的广泛的征求意见讨论，也是总结了两岸融合发展以来，各界的一些非常好的建议，那么在跟各个部门沟通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可以说它是非常稳健。那这个时候，应该来说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我在接受你们采访之前，刚刚参加了台湾方面举办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听到了不少台湾政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高度肯定评价这一份的意见，认为说这份意见确实是端出了牛肉，非常具体、非常务实、非常可操作。刘国深还指出，在民进党当局一味消极对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情况下，出台这份意见，也充分向外界展现出了大陆方面积极主动的负责任态度。现在确实政治上有点风高浪急，两岸的政治处于僵局的状态。但是呢，在民进党当局不配合甚至阻挠的情况之下，大陆方面也不能够停下我们的脚步，我们要积极的作为，要创造性的作为，在可操之在我的部分，慢慢的
的共同努力变成两岸中国人那个共同所接受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规范也好，这样的一种美好生活的这个想象也好，让中国最终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如果在民进党这种以美谋独的这个政策之下，继续恶化下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离开台湾到大陆来生活发展。我觉得台湾同胞会看到，明显的就是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呢，老是在想着要斗争、要战争、要流血，而大陆的执政党老是想着要和平统一，这个相互融合，这种心理上的这个冲击啊，是很根本、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两岸之间的这种军事斗争，就是武统的这种格局，越来越逼迫老百姓面对战争的时候，那么台湾有很多人，他就会想到回归台胞祖地福建的这种愿望。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意见的提出，也就是支持福建建设一个两岸的一个融合区，这个意见本身会越来越有影响力。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同努力，一定能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迎来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又一个春天。